你在等待什么？我猜你在等待一个许可，你在等待某个人，也许是老板，也许是导师，也许是社会，走过来拍拍你的肩膀，告诉你，好了，你准备好了，你可以开始了。你觉得生活是一场漫长的彩排，那些你在屏幕上看到的成功者，他们手里一定握着某种你没有的剧本，或者他们天生就拥有某种能够穿透迷雾的自信特权。你时常感到一种深深的冒充者综合症，觉得如果别人看穿了你的内心，就会发现你其实只是个不知所措的孩子。但这不仅仅是你一个人的幻觉，这是现代社会精心编织的谎言。让我告诉你一个残酷的真相，你所感到的焦虑和不自信，本质上是因为你把自我价值的定价权交给了别人。你像一个乞讨者一样，在这个巨大的地位市场上祈求别人的关注和认可。这种生活方式是不可持续的，它会榨干你的创造力，让你在无数次小心翼翼的权衡中错失原本属于你的复利效应。你其实不需要更多的技能，不需要更多的人脉，你此刻最需要的是一种能够对自己说我即使搞砸了也没关系的底气，一种基于第一性原理的，即使全世界反对也敢于坚持的各种确信。今天我们要谈论的不是那种让你在聚会上谈笑风生的肤浅自信，我们要谈的是一种生存必需品。这种自信是你在这个充满了不确定性和算法噪音的时代里，保持清醒，做出独立判断，并最终获得自由的唯一护甲。如果你准备好收回对自己人生的主权，请花1秒钟点赞订阅这个频道，并开启小铃铛。这不仅仅是一个数字的增加，这是你向这个世界发出的信号。你已经准备好停止表演，开始真正的生活了。好了，让我们开始解构这一切。很多人以为我是天生的赢家，他们觉得纳瓦尔一定是那种从小就穿着笔挺西装，在讲台上侃侃而谈的自信小孩，错得离谱。如果你能看到9岁的我，你会看到一个在新德里街头不知所措，手里紧紧攥着图书馆借书证的瘦弱男孩。那时候我的自信心是负数，我甚至不敢直视别人的眼睛。但就在前几天，有个年轻的创业者问我，纳瓦尔，我在谈判桌上总是手心出汗，觉得自己是个骗子，我该怎么装得更自信？我看着他，就像看着30年前的自己。我告诉他，你不需要装，你其实需要的是一种基于物理学定律般的自信。那个年轻人问我怎么装得自信，这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陷阱。社会教导我们要假装直到你成功，这是我听过的最糟糕的建议之一。它暗示你的核心是空虚的，你需要用外壳来包裹它。真正的自信根本不是一种社交姿态，不是大声说话，不是在聚会上占据中心位置。真正的自信是我在纳瓦尔宝典里反复强调的，是你对自己能够解决问题的确定性，是你对未来的耐心，更是你敢于做自己的勇气。我在硅谷刚开始做早期投资的时候，遇到过一个非常棘手的案子。当时互联网泡沫刚刚破灭，所有人都惊慌失措。我面前摆着一份协议，对方是一个非常有权势的机构，他们给出的条款非常苛刻，但附带了一张数额巨大的支票。那时候我还没实现财务自由，我的银行账户并不好看。我的理智告诉我，纳瓦尔，签了它，你就能活下去。但我看着合同上的条款，那些条款在剥夺我未来的选择权，在限制我的杠杆。那一刻，我感到一种深深的恐惧。但我闭上眼睛，问了自己一个根本性的问题：如果我拒绝了，我会死吗？不会。我有大脑，我会写代码，我懂销售。我把自己剥离成最原始的资产。我意识到，我的价值不来自于这张支票，而来自于我是纳瓦尔。我拥有独特的知识，我能够从头再来。于是，我拒绝了。那次拒绝是我人生中第一次体验到什么是核心自信。不是因为我有钱，而是因为我意识到，我可以随时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里重新建立秩序。大多数人的焦虑和缺乏自信，
本质上是因为他们活在别人的剧本里。你感到不自信，是因为你在玩一个你注定会输的游戏——地位游戏。当你在这个社会大剧场里试图比别人更聪明、更富有、更漂亮时，你永远是缺乏自信的，因为总有人比你强。这是一种零和博弈。我在推特上说过，如果你想赢，就去玩正和博弈，去创造财富，而不是争夺地位。当你开始专注于创造只有你能创造的东西时，自信就不再是一种情绪，而是一个副产品。想象一下，你是一个拥有独特技能的工匠，在这个世界上，除了你，没有人能把这件特定的事情做到极致。这时候，你还需要去讨好谁吗？你还需要担心别人怎么看你吗？不需要，因为你的自信来自于你的专长。这也是我一直在强调的概念。专长是无法被培训的，如果能被培训，学校早就开课了，那样大家都能学会，你就被取代了。专长来自于你的好奇心，来自于你哪怕在无聊时也愿意钻研的热情。当你找到了这个专长，你就是不可替代的。在这个领域里，你是国王。这时候，你的自信是建立在客观事实基础上的，就像重力一样真实。有人会说，纳瓦尔，这太难了，我还没找到我的专长。那么，你需要的是另一种自信，学习的自信。人类是唯一一种能够通过软件改写硬件的物种。你可以随时学习微积分，学习普通话，学习编程，学习写作。很多人缺乏自信，是因为他们把自己定义为名词。我是个会计，我是个司机，我是个文员。别做名词，要做动词。你要相信，只要给你足够的时间和资源，你可以弄懂任何复杂的东西。这种原自信是所有自信的基础。我不怕失去一切，因为我知道怎么读财报，怎么写代码，怎么搞定客户。只要这些基本面还在，我就能重建高楼。这里我要谈到一个非常反直觉的观点：极度的坦诚是自信的最高级形式。你看，我在访谈中，或者在我的播客里，我从不掩饰我的无知。如果我不懂区块链的某个技术细节，我会直接说我不懂。很多所谓的专家，他们拼命掩盖自己的知识盲区，这恰恰是极度不自信的表现。他们害怕一旦暴露无知，他们的地位就会崩塌。而我，因为我不玩地位游戏，所以我不在乎。当我坦诚地说我不知道时，我其实在释放一个信号，我是诚实的，我不试图操纵你的看法。这种坦诚反而会赢得信任。在商业世界里，信任就是货币。一个自信的人敢于展示自己的不完美，因为他知道他的价值不在于全知全能，而在于他能通过清晰的判断力做出正确的决策。说到判断力，这又回到了我们常说的杠杆。现在的时代，杠杆不再仅仅是资本和劳动力，最新的杠杆是代码和媒体。你现在正在阅读的这段文字，就是我的媒体杠杆。我写一次，成千上万的人能看到。这需要什么？这需要极强的自信。为什么？因为当你使用杠杆时，你的判断力会被放大。如果你错了，你会错得很离谱，你会当众出丑。所以，许多人逃避杠杆，逃避责任。他们宁愿在一家大公司里做一个螺丝钉，也不愿意把自己的名字签在一个独立的项目上。他们想要那种没有风险的自信，但这在物理学上是不存在的。你要想获得巨大的回报，你就必须承担责任。你需要站出来说，这事我负责。如果搞砸了，算我的；如果成功了，也是我的。这就是我所说的，以自己的名义承担风险。当你敢于把你的名字公开地与你的判断联系在一起时，你的自信会被瞬间激活。这就像你在走钢丝，下面没有网，你的每一个神经元都会被调动起来。这种状态下，你没有时间去不自信。不自信是闲人的奢侈品。当你在战场上子弹横飞，你必须在那1秒钟内做出决定。你只能选择相信自己。
通过一次又一次的承担责任，哪怕是失败，你也会建立起一种名为反脆弱的自信。你会发现，失败弄不死你，反而让你皮更厚，经验更足。让我给你讲个具体的场景。我在做 Angeles 的时候，我们试图颠覆整个风险投资行业。你知道这有多疯狂吗？风投圈是硅谷最封闭、最有权势的俱乐部。我们这群人想要把投资民主化，让创业者和投资人直接对接。当时有无数的声音告诉我，纳瓦尔，这行不通的，你会得罪所有人。如果我当时缺乏自信，我就会想，哎呀，那些大佬们都说不行，那我肯定不行。但我运用了第一性原理思考。我问自己，现在的系统有效率吗？没有。创业者融资难，投资人找项目难，中间商赚差价，这是事实。技术能解决这个问题吗？能。互联网擅长去中介化，这也是事实。既然逻辑上成立，为什么不做？至于那些反对的声音，他们只是基于旧习惯的噪音。这就是自信的思维模型。不要用类比去思考，要用第一性原理去思考。当你推导出真理时，你就会拥有一种近乎狂妄的自信。伽利略说地球是圆的，哪怕全世界都说他是疯子，他也依然自信，因为他手里握着数学和望远镜看到的真相。在商业和人生中，你需要做那个握着望远镜的人。当然，自信和傲慢只有一线之隔。傲慢是我认为我比你强，自信是我不跟你在同一个维度比较。傲慢需要观众，自信只需要自己。这就引出了幸福感的话题。你可能觉得奇怪，为什么讲自信要扯到幸福？因为不自信的人很难幸福。不自信的人内心充满了嘈杂的声音，他们时刻在审视自己。我刚才那句话是不是说错了？他们会不会觉得我很蠢？我的衣服是不是不合时宜？这种内耗是幸福的杀手。我在纳瓦尔宝典里提到过，幸福是一种技能，就像营养学和健身一样。幸福的默认状态是平静。当你极度自信时，你的大脑是安静的。你不需要向外界索取认可来填补内心的空洞。你可以长时间的独处，你可以坐在椅子上30分钟什么都不做，而不感到焦虑。这就是我推崇的冥想的本质，不是在那儿念咒语，而是能够与自己的思绪和平共处。你需要自信来拒绝那些不属于你的欲望。社会给你灌输了太多欲望，你需要大房子，你需要豪车，你需要完美的伴侣。如果你没有自信，你就会照单全收，你会变成欲望的奴隶。你需要自信地说，不，我不需要那个爱马仕包来证明我的价值。不，我不需要参加那个无聊的鸡尾酒会来证明我的人脉。每一次拒绝都是对自我主权的一次确认。让我们谈谈钱。我知道你们很多人是为了财富自由而关注我，这很正常。钱是自由的工具，但是如果你缺乏自信，你永远赚不到大钱。为什么？因为财富是复利的产物，无论是资本的复利，还是声誉的复利。复利需要什么？需要时间，需要耐心。一个不自信的人是等不起的，他急于求成，他今天种下种子，明天就想挖出来看看有没有发芽。他看到别人赚了快钱，立刻就焦虑了，觉得自己错过了风口，于是换了跑道。你看巴菲特或者查理芒格，他们的投资策略枯燥得要死，买入持有几十年不动。这需要多大的自信？当市场崩盘，所有人都在抛售，媒体都在尖叫世界末日的时候，他们依然稳如泰山。这种自信不是装出来的，是他们对商业本质的深刻理解。你要想致富，你必须在一个领域里深耕10年、20年。你必须建立长期的关系，玩无限游戏。如果你对自己没有信心，你会不断地跳来跳去，永远在挖浅坑，永远打不出水来。所以我常说，耐心也是一种自信的体现。你要相信，
只要你的方向是正确的，只要你在不断积累专长，只要你在承担责任，回报最终会到来，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。这种延迟满足的能力，根植于对自己未来的坚定信仰。我还想谈谈被讨厌的勇气。在当今这个社交媒体时代，每个人都被一张无形的网束缚着。我们害怕被取消，害怕被批评。但我告诉你，如果你想做成任何有意义的事情，你必须准备好被误解。如果你在房间里总是那个试图取悦所有人的人，你就是房间里最无足轻重的人。作为投资人，我看过无数的创业者，那些最成功的创始人往往都带有一种偏执的自信，他们甚至有点讨人厌。史蒂夫、乔布斯、伊隆马斯克，他们不是为了让你喜欢的，他们是为了把现实扭曲成他们想象的样子。当你拥有了这种现实扭曲立场，你就不再是被环境塑造的客体，你是塑造环境的主体。当然，我不是让你去当个混蛋，我想说的是，你需要建立一种内部积分卡。沃伦·巴菲特说过，这个世界有两种人，一种是持有外部积分卡的人，他们活着是为了让别人觉得他们做得好；另一种是持有内部积分卡的人，他们只在乎自己是否做到了最好。当你把积分卡收回到自己手里时，你就自由了。你不再是别人眼中的倒影，你可以自信地穿着 T 恤去参加董事会，你可以自信地拒绝一个看起来很美但不符合你价值观的合作。那么，如何从现在开始构建这种自信？首先，照顾好你的身体。这听起来很俗，但这是基础。如果你身体虚弱，缺乏睡眠，激素水平混乱，你的大脑会自动产生焦虑信号，去举铁，去晒太阳，去吃真正的食物。当你的身体强壮时，你的潜意识会告诉你，我有能力应对物理世界的挑战。这是一种生物性的自信。其次，去做难事，每天做一件让你感到轻微不适的事情，可能是洗冷水澡，可能是和一个陌生人交谈，可能是读一本晦涩的经典书。自信就像肌肉，是在阻力中生长的。当你克服了一个又一个微小的困难，你的大脑会记录下这些胜利。他会想，嘿，这家伙挺能干的，下次遇到大麻烦，也许我们可以搞定。再者，诚实，对自己诚实，对他人诚实，不要撒谎。哪怕是善意的小谎言，也会在你的潜意识里留下我在隐藏什么的暗示。当你活在阳光下，没有任何秘密需要守护时，你会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轻松和力量。这种力量就是自信。最后，接受我并不重要这个事实。这听起来像是打击自信，其实是自信的终极来源。如果你觉得自己是宇宙的中心，那么每一次失败都是灾难，每一个批评都是对你人格的谋杀。你的自我太大了，它脆弱得像个气球，一戳就破。但如果你意识到，纳瓦尔也好，你也罢，我们都只是漫长历史长河中短暂闪烁的萤火虫。几百年后，没人会记得我们的名字，没人会在意我们当年的尴尬或失败。当我们从这种宏大的视角看问题时，恐惧就消失了。既然结果不重要，既然我们终将死去，为什么不大胆一点？为什么不按自己的意愿活一次？为什么不大声说出你的想法？这种虚无主义并不是让你消极，而是让你轻装上阵。我称之为乐观的虚无主义。既然一切都没有内在的意义，那就由我来赋予它意义。这种由内而外生发出的力量，是任何人都夺不走的。朋友们，在这个算法控制眼球、焦虑贩卖成风的时代，你需要夺回你的注意力，重塑你的精神脊梁。你不需要更多的励志鸡汤，你不需要别人告诉你你很棒，你需要的是去行动，去建立专长，去承担责任，去面对真相。你需要的是把你的自信建立在坚实的岩石上，而不是沙滩上。自信不是你拥有了什么，而是你成为了什么。当你读到这里，如果你觉得这篇文章给了你某种视角上的转换，如果你开始重新审视自己手里的牌，那么我的目的就达到了。
世界在剧烈变动 ，AI 在崛起，旧的秩序在崩塌，这是最坏的时代，也是最好的时代。对于那些拥有特有知识且充满自信的人来说，这是遍地黄金的时代。别忘了，这是一个多人在线的游戏，我们都在互相学习。如果你想在这个不断熵增的世界里保持清醒，请记得点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，这样你就不会错过下一次关于财富与智慧的信号。在评论区告诉我，你打算做的第一件建立自信的小事是什么？是拒绝一个无效社交，还是开始学习一门硬核技能？我是纳瓦尔，在这个喧嚣的世界里，祝你拥有一颗不可战胜的安静的心。我们下次见。